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有观众发了这个链接给我，这个链接呢是有关于统帅的搭配，还有一些表现之类的。但是这个网站一开始发现到的时候呢，并不是我发现的，是来自 Omiach 的频道，他是万国觉醒内容创作者，已经做了很多年的。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这个影片的详情，去到他的 YouTube 频道观看他的影片。我这边要做一个中文版本的解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网站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那个网站它是有分成不同的类型啦，就比方说我们常见到的就是有战斗报告，然后还有包括奥林匹亚之巅，还有包括你一些日常的活动，像是打野蛮人、野蛮人城寨、铁手、考鲁拉克、卡哈尔，全部都可以看到。当然还有包括统帅的表现还有数据。那如果你不会看英文的话，也可以选择去其他的语言啊，这里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发现到它这个语言选择的部分呢，好像翻译的并不是很完整啊，就是有一些部分呢，它还是依旧会保留英文啊，所以有一些玩家可能就看不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它换回去英文，然后你直接用右键点击这个背板，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它这样子翻译会比较完整一点啦。当然，你可以下载这个网站，它的应用程式，就是你不需要再点击这个网站里面去看了。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支持这个网站的话，也可以给一些 donation 啊，一些捐款。我们先从报告这边开始看起。那其实你们可以输入自己的 ID， 就比方说像我最近也是在打这 KVK， 所以我输入了自己的 ID 之后，我可以按应用，它就会应用在上面。什么时候我用这些统帅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是看个人的数据而已啦，不代表说其他玩家也是用一样的搭配之类的。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你们使用的是什么搭配，你们的对手是谁，战斗了多少个回合，拿到的多少战损比，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在这里看到的。就比方说我的阿卡琉斯江汉战，我的敌人是大卫赫克图尔，我的战损比有多少，持续时间有多少，我获得了多少的击杀，这个就比较方便你们之后要做统计的时候，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你的队伍表现。像这边报告比较好的就有包括孙武白起啊，我就说这个队伍很强啊，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战损比有433，还有包括秦始皇。但是这边的数据看下来呢，它应该是很久之前的数据了吧，6月27日，这个可能是埃及的搭配来的，因为近期有在打联赛啊，这个账号也是有在打联赛，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更新最新的数据啊，因为我现在还在打这 KVK， 照理来讲它应该要更新7月的数据了，但是至少你可以从这边的数据来看，我哪一些队伍表现都比较差一点呢，我就可以调整一下他的队伍搭配，或者是装备军器之类的。当然这边的选项过滤这里了，你可以选择说你的主将要放谁，比方说我的主将我要放阿卡琉斯，然后副将什么副将都可以，我的敌人什么队伍都可以，也可以选择说你要是在哪里的数据，比方说我想要 KVK 的数据，然后按接受，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数据出来了。但是这个是1月的时候的数据，很久以前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表现怎么样了。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准确性有待观望啦，因为你打的敌人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有可能你的队伍被围殴啊，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战损比只有拿到12%？因为战场上其实会发生很多情况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战斗报告呢是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加准确，看到更加详细一点的话，其实还是看游戏的会比较准。接下来是奥林匹亚之巅啊，但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的，所以这边的数据呢，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创作者他自己的数据来的，可以看到他在跟对方打的时候那个战损比有多少。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跟刚刚的战斗报告差不多啦，就是你这些报告全部都是个人的报告啦，有些个人的报告呢不代表一切啦，但如果你们想要参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网站，还有写你赢了多少次，战损比，还有击杀之类的。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奥林匹亚之巅的时候比较少会遇到就是被敌人围攻的情况啦，就算有的话也就是对方可能1个人或者是2个人左右而已啊，就是比起 KVK 不会相差这么远。
下一个就有包括探索的部分呢，这里你们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啦，就比方说像野蛮人，然后它这些不同野蛮人的名字就有分成不同的地图啦，因为有些地图它野蛮人的称呼有点不太一样，还有包括劫掠者，你们也可以搜索，你选择好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多少等级，就比方说你在王国里面，如果你打1等级的话，你拿到的东西是非常少的，甚至是拿到一个蓝色的星星，但是如果你是提升到55等级的话就不一样了，同时间你们可以点选多个啦，像我这边拿王国里面最高等级的就是40等级39等级吧，我拿39等级对比55等级看出来的表现，在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差别了，这个就是39等级可以拿到的东西，然后对比55等级，55等级因为在失落之地里面所以可以拿到水晶，就可以比较一下差别有多大，哪一个会比较值得这样子。因为有不少玩家就说我要把体力花在王国里面呢，还是要花在失落之地里面，尤其比较多人做比较的就是那个劫掠者，劫掠者是很多玩家都在讨论的，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打劫掠者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多少的材料啊水晶啊，这里有分成1等级跟41等级，1等级是我们在王国里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拿水晶的，但是如果来到了41等级，这个在失落之地里面的劫掠者就是有水晶，但是相对的你要花的体力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有什么几率呢可以拿到这些材料之类的，可以看这里的百分比，还有它的数量出现次数有多少等等，还有包括野蛮人城寨也是一样的概念，但是野蛮人城寨就不能做比较了，你只能选择一个等级，像我野蛮人城寨我只能选择15等级而已，1等级它就直接消失了，你就可以查看说如果我把我的体力药水花在野蛮人城寨是否值得。它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野蛮人城寨它是有分等级嘛，就是你开季节的人你完成的阶级会不一样，可能开季节的人他会到达5级，就是拿到的奖励会比较多一点，比较丰富一点，但是加入季节的玩家多数可能都是1、2等级1、2等级的情况下拿到的东西会比较少，因为像如果是自己开季节小号加入的话，通常都是1、2等级而已。有些玩家就会问如果我打王国里面的野蛮人城寨跟 KVK 里面野蛮人城寨哪一个会比较值得，或者是打 KVK 里面的野蛮人和野蛮人城寨哪一个会比较值得，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做对比。除了野蛮人城寨之外呢，还有包括劫掠者城寨也是可以搜索数据，除了这2个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包括铁手，铁手对于那些想要靠肝去发育的玩家来说也是挺重要的，可以拿到蛮多装备材料的，这里你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打起来的话会不会比较值得，因为我听到有一些玩家说他们会专门每一天去打这个铁手，还有包括卡乌拉克，最后还有卡尔，有什么几率可以拿到这些东西之类的，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最后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统帅搭配表现，还有他们的数据怎么样，就比方说这里是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它造成的伤害有多少，它的怒气释放的次数，持续性战损比，这里我们都可以查看然后它这边有分成 ABCD 你们也是跟着去看就可以了，就可以看那个六角图总评分有多少之类的，但是这些都属于个人数据啦，并不是整个游戏里面的一些数据，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啦。像你们可以换一些搭配，除了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的话，可能你们也可以换成江汉战搭配大卫出来的表现怎么样，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搭配呢，它这里的数据就出现的并不是很完整可能这个玩家没有什么使用江汉战搭配大卫吧，所以它这边的数据就不是很明显。这里的内容呢，你只能看到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搭配比方说像白起拿来搭配刘彻，这个算是主流的搭配之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伤害有多少，它的怒气释放的巡回速度有多少，但是它这边的搭配出来的分数只有 6.01 而已，比起刚刚那个江汉战阿卡琉斯还要稍微差一点。或者是你可以这样子比较，如果你想要看到孙吴搭配哪个统帅表现的比较好，我就可以看到孙吴搭配刘彻的时候它的总评分是 7.24， 然后这里战斗多少次它的轻伤重伤拿到的击杀怒气释放的那些次数表现之类的，然后我再比较白起，可以看到白起的表现反而比较差一点就是孙吴搭配刘彻会比较强一点的意思。虽然它这个统计并不是整个 KVK 或者是整个伺服器的一些数据啦，但是大概可以作为参考，这个玩家会使用到哪一些搭配组合。不过同样的，如果是一些冷门的搭配呢，它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然后最后我这里要做一下总结啦，简单来说呢，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来这个网站来看一下他们的整体表现数据一些搭配组合，还
还有一些地图的探索，如果你们要去打其他东西的话，也是可以来这边做参考的。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真实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要自己去尝试才可以知道的。因为有时候它报告好看，不代表说你自己操控得了。还有，如果你的王国处于不同的等级的话，其实出来的表现会不太一样。像是有些玩家是在先锋王国，有些是在 CD 族王国，用下来统帅的数据也会不太一样。所以也不要过度依赖这个网站它给的一些战斗报告了，最好还是自己亲自去测试会比较好。像我自己还在使用霍去病啊，报告还不算太差啦，在我 CD 族王国的全骑兵账号里面，但是在先锋王国它已经是很糟糕了的。那像是一些冷门的搭配，它这里出来的数据也不是很完整的，像我会用秦始皇搭配司机，但是它这里出来的表现就只有这样子。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战损比有多少啦，但是我不觉得有这么多，326，我自己个人用下来是有赚啦，但是没有到300多这么夸张，除非它这个数据又是其他的玩家的数据啦。但是在国际服会用这个组合搭配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这里再次感谢 Omiarch 那边的分享，我才可以做到这个影片的内容。所以各位觉得这个网站的参考价值还有实用性高不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